今天和大家聊一聊诺兰的致命魔术。故事发生在维多利亚时期，工业革命让英国日天日地牛的一批，生活质量一上去，大家的心思就活泛了。正所谓饱暖思淫。人们的目光很快被一门艺术吸引，魔术。镜头一转，一个白发老者正在给一个小女孩讲，无论看起来有多天花乱坠，所有魔术其实都离不开这3板斧。第一步，以虚代实。魔术师先拿出一个东西来，让你检查有没有问题，比如一个球、一只鸟或者一个大活人。第二步，偷天换日。神奇的变化在眨眼间发生，你觉得这过程肯定有假，却怎么也猜不透其中的秘密。但光这2步还不足以让你鼓掌，直到被改变的这个东西又马上在你面前恢复原样。这就是魔术中最难的第3步，化腐朽为神奇。故事要从一场魔术表演开始，表演者就是狼叔，他演的是遁移术。说白了就是瞬间移动，在一片电流中，狼叔会突然消失，然后出现在很远处的2楼的看台上。今天的演出来了一位特别的观众，也就是本片的另一个男主，咱们可以叫他贝爷。贝爷先是上台检查道具，然后在狼叔即将开始表演遁移术之前，伪装成内部工作人员混进了后台。他发现地下室有一个瞎子，旁边还有一个大水箱。舞台上，所有观众看着狼叔在一片电光中消失，而实际上却是地板瞬间大开，本该出现在看台的狼叔直接掉进了贝爷面前的水箱里。这一晚他没能化腐朽为神奇，狼叔淹死了。说没就没呀。没想到魔术玩出了人命，狼叔有个道具师兼经纪人叫老白，也就是片头出现的白发老者，直接把死亡现场最可疑的贝爷告上了法庭。水箱是表演其他魔术的道具，狼叔掉下来的时候应该是掉在垫子上，可现在却掉到了水箱里。不用说，肯定是贝爷故意把水箱推到下面的。那贝爷为啥要杀狼叔呢？因为贝爷自己就是个魔术师，只有同行才是赤裸裸的仇恨。混进同行的后台，难道还能是来发红包的？但法官还有些疑问，有没有可能是魔术的过程出了问题，或是水箱本身有故障？这就涉及到魔术本身的秘密，不能对外公布。老白决定私下给法官看证据，唯一的嫌疑人贝爷在被关进了监狱。正所谓人红是非多，这贝爷在魔术界也是个腕儿，他前脚进了监狱，后脚就有律师找上门来，说是代表一个喜欢魔术的爵士，希望能用北京3环1套房买下贝爷的魔术秘诀，其中就包括他的压箱底魔术遁移术。没错，这个贝爷和狼叔一样也会表演遁移术，那他干嘛还要去狼叔的后台偷师呢？咱们接着看，贝爷本想拒绝，律师让他想想自己的女儿。贝爷说自己会把女儿托付给他的道具师兼助手胡子哥，律师却说胡子哥职业收入不稳定，很可能被剥夺监护权，到时候贝爷的女儿就成了孤儿。但只要贝爷交出遁移术秘诀，爵士就会收养他的女儿。为表诚意，律师不知道从哪里搞来了狼叔的日记本，送给了贝爷，里面满满的都是字母密码。贝爷一边努力破译，一边陷入了回忆。从这里便开始了闪回，曾经的狼叔和贝爷在一起当学徒，他们会伪装成观众，然后被叫上台来，负责给表演水箱魔术的美女绑绳结，也就是当托。而那个美女正是狼叔的老婆，盖上香，遮上布，数个1、2、3、4、5，美女就能从水箱中成功逃脱。其实绳结是活扣，水箱的锁也是假锁。为了防止意外，道具师老白每次都掐着秒表，拿着锤子站在幕后。演出结束，贝爷对他们的老师总演些过时的传统魔术气愤不已。老白打趣道：“你要是能发明一种独一无二的新魔术，我一定买你的秘诀。”贝爷却说他的魔术别人根本演不了。一旁的狼叔很不屑，说所有的魔术都是可以复制的。这天，老白带哥俩去看了一个与众不同的魔术，一个中国的老魔术师能凭空变出一个装着金鱼的鱼缸。聪明的贝爷一眼就看出了其中的奥秘，并告诉了狼叔，老人其实是把鱼缸夹在2腿之间，而为了不被观众猜到表演手法，他要一辈子假装瘸子。狼叔无法想象伪装一辈子到底是什么魔鬼生活，他沉浸在了老婆的怀抱里。而这时的贝爷已经开始意识到自我牺牲就是魔术师成功的唯一秘诀，并把它写进了自己的日记里。此时镜头一转，我们发现这些闪回内容其实是狼叔在读贝爷的日记。估计同学们都蒙圈了，刚才不是贝爷在监狱里读狼叔的日记吗？难道狼叔还活着的时候也搞到过贝爷的日记吗？不着急，咱们接着看。狼叔在贝爷的日记里发现，贝爷说魔术的唯一秘诀就是牺牲，狼叔却对此很不屑，他认为贝爷根本不懂什么叫牺牲。而此时在监狱里读狼叔日记的贝爷发现狼叔对自己不屑，他更加的不屑，回忆起来自己与妻子相遇的那天，当时他们的老师依然在表演一个老掉牙的传统魔术，把笼子里的小鸟变没再变回来。没想到台下一个小男孩看了哇哇大哭，这小鸟死掉了。作为助手的贝爷拿着变回来的小鸟来到台下安慰他，小家伙却反问贝爷他的兄弟在哪里。其实这个魔术的秘诀确实是通过机关杀死小鸟，再趁观众不注意变出另一只。贝爷夸奖孩子聪明，却对孩子的阿姨一见钟情，并通过一个瞬间移动到人家闺房里的魔术虏获了他的芳心。想起了自己的妻子，狱中的贝爷突然表情悲伤，这俩人之间还发生了些什么呢？咱们先按下不表。时间回到了现代，庭审已经过去了几天，老白按照约定带法官去看了狼叔的道具，一旦结了案，他们也会被那个想买贝爷魔术秘诀的爵士买走。但有一个道具因为太过危险，所以老白坚决不卖，那就是完成遁移术的机器。紧接着，老白带法官去看了淹死狼叔的水箱，贝爷的犯罪证据就藏在这里。水箱上作为机关的假锁，居然被换成了真锁，而对水箱有执念的就是狼叔和贝爷。又是一段闪回，当年2人的学徒时期就是在绑绳子里度过的。有一天，喜欢创新的贝爷终于决定加点新料，在狼叔老婆的默许下，他把绳子的绑法换成了更牢固的一种，但这种绳结与水膨胀后比较难挣脱，有人被投入水箱，大幕拉上。老白在一边捏紧了秒表，然而水箱里却安静的可怕。等所有人发现异常，什么都晚了，水箱里的女人已经成了一具尸体。葬礼上，老白安慰狼叔，溺死的感觉其实就像回到了家。但狼叔看着走上前来的贝爷，还是问出了一句话 Which knot did you tie?
asking myself that. And I'm sorry, I just don't know. 两人的梁子就此结下，但这事儿并没有对贝爷造成什么影响。小日子过得风生水起，老婆怀了孕，道具师胡子哥也在这时来到了他的身边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一直想要表演的接子弹魔术终于能被搬上舞台。所谓的接子弹，其实就是在装子弹的时候利用机关把子弹吸出来握在手里，再让观众放空枪。当然，这个魔术也有危险，万一碰上有观众拆台，偷偷再放进一颗子弹，那魔术师就有可能送命。贝爷为了安抚妻子，深情告白说我爱你，妻子却说今天的贝爷不是真的爱自己，他更爱的是魔术。到了演出的时候，贝爷忙着准备子弹，但当志愿者走上前来，他却发现事情不对头。眼前站着的正是好久不见的狼叔，而他又一次问出了那个问题 Which knot did you tie, Borden? I don't know. 手上的伤口一直没好，老婆对他这种不要命的魔术很有怨言。暂时变不了魔术的贝爷陷入了生活低谷。另一边，狼叔却迎来了事业转机，因为狼叔老婆淹死事件，老白也失业了，现在找上了狼叔，准备和他一起干，还带来了一个美丽的女助手寡姐。由于狼叔不愿意杀生，老白为狼叔定制了一个可以和观众互动的鸟笼魔术道具，在不伤害鸽子的前提下，把鸽子和笼子一起变没，这让剧院老板大开眼界，所有观众也都在期待这个全新的戏法。但当正式演出时，狼叔发现其中一个上台的志愿者竟然就是贝爷，两个师兄弟互相拆台，狼叔好好这场魔术变成了虐待小动物实锤，还夹断了另一个女观众的手指。狼叔和老白也因此被剧院扫地出门。而这时贝爷却有了新动作，他将要表演一个不在江湖，江湖却处处有传说的魔术——遁移术。狼叔也去现场看了那个魔术，回来后就陷入了沉默，因为那是他见过的最棒的魔术。贝爷走进一个密闭的柜子里，然后瞬间从几米外的另一个柜子里出现，接住之前自己扔的红色小球。狼叔完全猜不出其中的诀窍，即使老白一再肯定贝爷一定是用了替身，但狼叔却不这么认为。从第二扇门里出来的人不仅和贝爷长着同一张脸，更关键的是手到下面他的手指也是断的。虽然搞不明白秘诀，但不能耽误了赚钱。贝爷已经带着全家住进了大别墅，狼叔他们也决定先从找替身练起。在寡姐的帮助下，他们找到了一个和狼叔长得很像的过气演员，咱们可以叫他狠叔。1个月过后，狠叔已经能合格的扮演狼叔，而且更懂包装和营销的狼叔为他这一版遁移术做了很多新设计。2个柜子变成了2扇门，扔红色小球变成了时间更短的飞帽子。演出结束，替身在台上接受万人欢呼。从暗门丢到地下室的狼叔则在黑暗里完成了谢幕。很快，狼叔不再满足于现在的安排，想和狠叔调换位置，但让替身完成前期铺垫又明显不现实。想到贝爷不用替身就可以完成遁移术，亲身接受观众的喝彩，狼叔怎么也咽不下这股气。突然他灵光一闪，想让已经爱上自己的寡姐在线倒戈，去当贝爷的助手，说出自己的替身真相来博取信任，从而探听贝爷的秘诀。然而事情渐渐脱离了狼叔的控制，寡姐哪能甘心当工具？他确实找上了贝爷，但直接把狼叔的整个计划说了出去。替身也开始作妖，他发现了自己现在的重要性，简直就是狼叔异父异母的亲兄弟啊！不行，得加钱。不管怎样，演出还是得进行。狼叔照常从暗门跳下，他万万没想到的是，今天暗门下面并没有安全床垫，而另一边出现在替身位置上的居然是贝爷。原来在小酒馆酗酒的狠叔被贝爷3言2语就收买了，为的就是这次现场拆台，砸了狼叔的生意。舞台上早就和贝爷商量好的狠叔自己被五花大绑吊上了舞台，狼叔的遁移术就这样被彻底拆穿，他自己也摔成了瘸子。在一个夜晚，狼叔找到了帮倒忙一级选手寡姐，正想跟他聊聊间谍反水的下场，下一秒寡姐就拿出了一本日记，确实是贝爷的亲笔，里面全是字母密码，显然隐藏着很多秘密，只需要一个关键词就可以破解这些秘密。看来寡姐没有忘记她的任务，真的为狼叔搞到了贝爷的秘诀。为了掩护还在中心的寡姐，狼叔马上准备去布置犯罪现场，把偷日记的锅揽在自己身上。第二天，看着一地狼藉，贝爷马上猜到了是狼叔下的黑手。演出结束后，他决定步行回家，坐等狼叔放马过来。而贝爷的道具师胡子哥在狼叔出现以后，悄悄跟了上去，想来个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然而在一个岔路口，狼叔看着贝爷的身影，并没有继续追，而是咬牙拐进了旁边的小胡同里。胡子哥不明觉厉，也赶紧跟上，没想到却在上楼梯的时候摔进了狼叔和老白的陷阱。原来伪装偷日记的现场只是这个局的开始，其中目的就是为了绑架胡子哥。为了赎回自己的道具师，贝爷被迫交出了破译自己日记的关键词，同时也是遁移术的秘诀，一个人名特斯拉。在狼叔因为贝爷捣乱而被剧院辞退的时候，他曾去看过特斯拉的交流电科技展，当时贝爷也在那里，电光闪瞎了哥俩的双眼，也给人们带来了恐慌。大家匆匆离场，觉得贝爷确实见识过特斯拉的技术，拿出觉得自己抓住了最后一根稻草，想去美国找特斯拉取经。但老白仍然认为贝爷的遁移术就是用的替身，不想再陪狼叔发疯，两人就此分道扬镳。这时的贝爷正在为成功救回了胡子哥而狂欢，比起高兴，贝爷似乎还有些不满和埋怨。他一声招呼不打，就让华姐和胡子哥也加入了自己和妻子的约会。整个晚上，贝爷都像个醉汉，而寡姐临走前的一句晚安小贝，更是打翻了贝爷老婆的醋坛子。贝爷为什么这么喜怒无常，他不知道；贝爷什么时候有了专属于寡姐的昵称，他也不知道。今天贝爷为什么全程都像在演戏，他更不知道。这边贝爷陷入了家庭危机，而狼叔已经赶到了美国。特斯拉这位交流电的主推者，当时只能躲在山沟里搞秘密研究。狼叔说明了来意，却被特斯拉的助手一口回绝。狼叔表示，只要特斯拉肯为自己
打造一台能表演顿艺术的机器，他愿意资助特斯拉的所有科学研究。果然，几天后的一个雨夜，助手就主动找上了门。他知道狼叔只想要一台机器，而且是为了和魔术师同行较劲之后，助手终于确信特斯拉的研究不会被泄露。I thought it was a secret. You're a magician. Who's gonna believe you? 助手带着狼叔上了山，现在看来平平无奇的无线电，在那时的狼叔眼里已经是超越了魔术的存在。他再一次确信顿艺术的秘密就藏在这里。在一片电光之中，狼叔也终于见到了特斯拉的本尊。而在和特斯拉交谈后，他更加相信自己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。特斯拉对科学的痴迷远超过自己对顿艺术的执念。更关键的是，那个能完成顿艺术的机器已经开始打造。然而绝望就在这个时候到来。机器打开以后，电光四溅，可做实验的礼帽一直待在原地，连1毫米都没有移动过。更可怕的是，直到现在，狼叔才终于看破了贝爷日记里最大的秘密。在被狼叔当成工具扔给对手的那一刻，寡姐就愤怒地出卖了狼叔。其实也不用寡姐透露什么秘密，贝爷早就看穿了狼叔是用的替身。He vanishes and then he reappears instantly.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stage, mute, overweight, and unless I'm mistaken, very drunk. 寡姐转而爱上了技高一筹的贝爷。当年贝爷之所以能找到狼叔的替身狠叔，也是寡姐在帮忙。这本日记能落到狼叔手里，就是贝爷为了考察寡姐的忠诚度，故意给狼叔设的局。而被狼叔当成宝贝的特斯拉，根本就不是顿艺术的秘诀，这一切只是为了把狼叔骗到美国，让他被顿艺术逼到头秃，而贝爷则可以安心留在英国，做独一无二的魔术大师。愤怒的狼叔马上赶去了特斯拉那里，即使实验对象从帽子换成了黑猫，结果还是一样令人失望，除了闪光什么都没有。失望的狼叔准备离开，却在路上听到了几声猫叫。难道说这个机器的功能不是瞬移，而是复制？特斯拉说他自己也得再研究一下，让狼叔改天再来。但是等狼叔再来的时候，这片小天地已经被爱迪生的人放火烧毁。特斯拉和助手也不知去向，只留下了一台机器。狼叔给自己准备了一把手枪，防止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。然后他打开机器，走进了那道耀眼的电光里。狼叔的日记里把他这段经历称为偷天换日。但除了为掌握秘诀而高兴，狼叔还提到了另一件事。 I must leave you, Borden. Yes, you, Borden. Sitting there in your cell, reading my diary, awaiting your death. 看来不但贝爷的日记是陷阱，狼叔的这本日记也是陷阱。难道说狼叔的死不是因为贝爷谋杀？但是狼叔是怎么预知到自己的死亡，又怎么会知道自己的日记一定会落到贝爷手里呢？咱们接着往下看。狼叔跑去美国之后，贝爷的生活看似蜜里调油，实际上却到处都是危机。老婆每天酗酒，寡姐总在要钱，今天站在贝爷身边的只剩下了胡子哥，日子就这么继续往下过。但一个夜晚，老婆突然爆发，她似乎知道了贝爷的什么秘密，这个真相让她无法忍受。她只想过没有谎言的生活，但现在她和贝爷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。 Not today. 在得到答案的第二天，老婆回到了贝爷的工作室，把自己吊死在了鸟笼旁。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贝爷还有心情去约会。大周提子对着小情人张口就来，说自己从没爱过老婆，全部心思都在寡姐这里。这渣男继续气得寡姐当街分手。临走前告诉了贝爷，他的死对头狼叔带着惊艳的新魔术回来了。于是，在狼叔表演的剧场里，贝爷又对不可能有替身埋伏。那么，狼叔对艺术的秘诀又是什么呢？剧场演出后，还是胡子哥发现了异常。每天夜里都会有一个大箱子从狼叔的后台被悄悄运走，而老白也再次回归，成为了狼叔现在的道具师兼经纪人。虽然拿到了情报，贝爷还是决定放下执念，让顿艺术的事赶紧翻篇。但第二天，他又去看了狼叔的表演，想要混进后台一探究竟。接下来就回到了故事的开头，贝爷看着狼叔掉入水箱，但他马上开始找钥匙，然后砸起了玻璃。但就像当年他们没能救下狼叔的老婆，这一次贝爷也看着狼叔死在了自己的面前。看贝爷这拼命救人的架势，他似乎并不是凶手，但没有任何证据对他有利，现场也没有其他的嫌疑人，于是贝爷直接被判了死刑。这还不算完，胡子哥果然没得到监护权，为了保住女儿，贝爷同意卖掉自己的魔术秘诀。但最关键的顿艺术要等爵士带着女儿来见自己，他才能交出来。老白在处理狼叔留下的东西时发现，爵士执意要买下的道具里居然也包括了顿艺术机器。老白想和爵士聊聊它的危险性，从律师那里搞到了爵士的地址。这天贝爷终于等到了来探监的人，他看着女儿远远的跑来，正想和爵士交代些什么，却突然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。 You must be Luke Caldwell. Caldwell. Yes, I am. I always have been. 贝爷怎么也想不明白，已经死了的人为什么又出现在自己面前。但眼下更重要的是，乖乖交出顿艺术的秘诀，让狼叔不要对孩子下手。但什么都晚了，狼叔甚至都没看着纸条一眼，就把它撕成了碎片，然后带着贝爷的女儿转身就走，只留下贝爷在身后大喊冤枉。带着一个魔术师的话，又有谁会相信呢？贝爷和胡子哥做了最后的告别，他把陪伴了自己整个魔术生涯的红色小球扔到了胡子哥手里，然后走上了刑场。大别处里，老白等了半天，终于见到了传说中的爵士。这一刻，他才知道贝爷是清白的，但他还是答应了狼叔最后的请求，把机器运回剧场，从此不再表演。这一次从剧场分开，老白和狼叔就不会再有联系。临走前，他告诉狼叔，他曾经撒了谎，一死的感觉根本不像回家，而是痛苦至极。听了这话，狼叔表情复杂。老白走后不久，狼叔听见有人来到了这里，同一时间，贝爷也即将被执行绞刑。
来人摘下了帽子，居然是已经死了的贝爷。不对，他不是贝爷，而是胡子哥，或者说他既是贝爷又是胡子哥。We were both family. We were both Borden. Were you the one who went into the box, or the one who came back out? Two turns. 原来贝爷和胡子哥是一对双胞胎，两人日常互换身份，共享生活，而自我牺牲就发生在这个过程里。兄弟俩一人爱着老婆，一人爱着寡姐，但因为每隔一天就要扮演对方，所以兄弟俩只能各自拥有一半的生活。这个秘密被老婆看破，而他的自杀也成了自我牺牲的代价之一。狼叔其实和贝爷殊途同归。当年狼叔走进特斯拉的机器，闪光过后，屋子里竟然出现了另一个狼叔，他迅速拿起手枪打死了自己。之后的每次表演，在走进仪器的瞬间，狼叔都怕着要死，他不知道自己会出现在远处，还是淹死在水箱里。而每晚悄悄运走的箱子里面装着的都是他自己的尸体。之所以雇佣的工人全都是瞎的，也是为了守护这个秘密。The audience knows the truth. The world is simple, miserable, solid all the way through. But if you could fool them, even for a second, then you can make them wonder. 最终，胡子哥从老白那里接走了女儿，狼叔倒在了机器旁边，整个剧场变成了火海，但没有人看到远处的一个个水箱里，狼叔的尸体依然死不瞑目。在这枚魔术里，诺兰再次玩转了他惯用的非线性叙事，上来就是一波倒叙，把狼叔之死当成引子抛了出来。而在展现两个魔术师的半生纠缠时，开始插叙，用两封故意骗对方的日记不断的闪回，串联起了两人互相较劲拆台，狼叔去找特斯拉，以及贝爷入狱后这3个时间段。所以有人在看前半段的时候，会不断产生疑问：到底是谁在看谁的日记？狼叔为什么跑去找特斯拉？贝爷为什么对胡子哥有着毫无理由的信任？但随着电影进度过半，一个个真相被揭晓，前期堆积的各种疑问都变成了解密的快感，看似无关的情节其实都有联系。狼叔在日记里嘲笑贝爷根本不懂自我牺牲，紧接着画面切换到了贝爷和妻子的出狱，其实已经暗示着对贝爷来说，他最大的自我牺牲并不是断掉的手指，而是为了魔术事业，让知道真相的妻子每天活在痛苦之中。贝爷和胡子哥的身份真相从头一直铺垫到了最后，他之所以能瞬间看破中国魔术师鱼缸魔术的秘密，是因为那时候他就已经和自己的双胞胎兄弟共享人生了。贝爷老婆家的小外甥第一次看魔术就明白了他们的手法，所以在贝爷拿出活的小鸟安慰他时，问了一句他的兄弟呢？这也和最终贝爷兄弟俩的命运相呼应，一人在狼叔的魔术安排下死亡，另一人则只能以伪装的身份活下去。贝爷第一次跟着老婆回家，在被拒绝进屋后，又马上出现在了他的房间里，其实也暗示着双胞胎兄弟的存在。而且这个被老婆当成惊喜的小魔术，也正是贝爷后来的遁移术的雏形。贝爷知道老婆怀孕时，第一反应是我们应该告诉胡子哥，而这时的胡子哥跟他们认识还不到10分钟，所以这句话其实贝爷惊喜之下说漏了嘴。刚刚离开的胡子哥才是兄弟俩爱着妻子的那个人，也就是孩子真正的父亲。这也和随后他对妻子深情表白却被妻子一眼看穿，他今天说的不是真话相呼应。贝爷每次被狼叔质问当时打了什么绳结，都立马眼神回避，说自己不知道。刚开始观众以为是他心虚不敢承认，但当双胞胎的真相揭露，所有人恍然大悟，不知道就是真的不知道。当时打了绳结的人和后来接受狼叔质问的人根本就不是同一个人。而在贝爷手指受伤后，老婆发现明明包好的伤口，转天却有血流不止，其实也暗示着第二天的贝爷已经不是贝爷，而是刚刚自己剁了手的胡子哥。在救下胡子哥之后，贝爷那晚和妻子的对话里也藏着一句关键词，贝爷告诉妻子，秘密就是我生活的重心。紧接着他又改口说不是我们的生活，这里的我们被妻子当成了在说他们夫妻俩，但实际上贝爷指的是自己和胡子哥。两人从决定共享身份的那一刻，就注定这一辈子会活在秘密里。贝爷不记得自己答应过女儿去动物园，转头就把这件事安排给了胡子哥，还让他去安慰妻子的情绪。这其实也并不是想让胡子哥掺和家务事，而是因为第二天贝爷的身份就会由胡子哥来扮演，这一天里自己没完成的事只能托付给他。想要分辨贝爷和胡子哥，其实看他们回答妻子爱还是不爱问题时的反应，或者看他们说完我爱你以后妻子的反应就可以了。在答案里加上日期限定，比如今天不爱之类的话，或者妻子看出了贝爷是在撒谎，那此人就是兄弟俩中爱着寡姐的那一个。所以贝爷对寡姐说的那段渣男金句，其实如他所说还真就是真相，他从未爱过两人的妻子。贝爷明明决定不再管遁移术的事儿，结果第二天又跑进了狼叔后台，这也不是他突然打脸，而是因为前后2天的贝爷已经不是同一个人。当胡子哥扔掉伪装，贝爷对胡子哥超越友情的信任和非一般的维护也就有了答案，遁移术的秘密就是替身。老白一早就说出了真相，只有狼叔不信邪，从此对高级技巧着了魔，最终自我毁灭。所以如果一味纠结电影里哪个片段是贝爷，哪个片段换成了胡子哥，其实意义不大。
兄弟俩虽然一个比较激进，一个比较平和，一个爱着寡姐，一个爱着妻子，但两人一生都致力于模仿对方，最高梦想就是完美复刻，所以才说贝爷就是胡子哥，胡子哥就是贝爷，而狼叔就是爵士，其实也早有明示。他老婆曾说狼叔也是在假装别人，但狼叔反驳自己只换了名字和身份，还是因为不想给家族丢脸。而同在失业时期，贝爷穷的连手指断了都得自己治，狼叔却一顿一顿下酒馆，找到特斯拉后还不停的强调自己不差钱，其实也已经交代了狼叔的贵族身份。除此以外，狼叔回来后命令老白不许进入后台，这和前面老白告诉法官水箱上的锁是假锁，只在案发那天被换成了真锁的话相呼应。老白压根不知道对应术的真相，也就不会知道这水箱其实就是个棺材，这也让最后他发现自己被蒙在鼓里，成了杀人帮凶的情节顺理成章。魔术的3个步骤以虚代实、偷天换日和化腐朽为神奇，在电影中形成了首尾呼应，而实际上电影本身的结构也像是一场魔术，对应着这3个步骤。如果说《盗梦空间》是诺兰让我们一起进入了他创造的梦境，还给我们植入了一段意念，那这名魔术就是让我们在电影院里欣赏了一场2个多小时的大型魔术。狼叔和贝爷作为优秀的魔术师，都是被导演诺兰秀出来的道具，两人被安排在彼此的日记中，记录了勾心斗角的曲折经历，把伦敦剧院搞得像斗兽场。但这还不足让观众惊叹，直到被认为已经死去的狼叔和贝爷又原地复活，先后出现，一切真相最终揭晓，由此电影完成了剧情闭环，化腐朽为神奇，这场魔术也走向了尾声。电影里几次提到的自我牺牲，也对应着狼叔和贝爷的心路历程。曾经的狼叔还不明白为什么贝爷说起自我牺牲时表情那么视死如归，那时的他对在魔术里杀死小鸟都是大写的拒绝，但是几年后他就无师自通的学会了杀人，或者说是自杀。一开始狼叔的执念就是报杀妻之仇，在他眼里就算贝爷废了2根手指，也还是抵不上自己老婆的一条人命。但在贝爷完成顿移术之后，狼叔就彻底被胜负欲支配，还记得吗？在狼叔决定破译贝爷日记的时候，寡姐其实已经提醒过他，这并不能让他妻子复生，但狼叔的回答是 I don't care about my wife, I care about his secret. 现在的狼叔只有一个念头，对贝爷的魔术进行全面碾压，过分的着魔已经让他走向毁灭。看过电影后，可能很多人会有一个疑问，在狼叔的顿移术里，死的到底是他本尊还是复制体？让我们回到机器的复制作用被发现时，可以看到机器里的礼帽没有移动，而被复制出来的礼帽出现在了后院。用黑猫做实验时也是一样，本尊在机器里一直没动过。如果这就是机器的运行机制，那么当狼叔走进机器，白光灭掉后，在机器对面出现了一个新的狼叔，这是在机器里位置没动过的，应该就是狼叔本尊，对面的则是复制体。本尊马上反应过来，拿起枪打死了复制体。之后表演顿移术的时候，本尊落入水枪溺死，出现在远处看台上的是新的复制体。之后的每一次表演，活下来的都是最新的复制体，而本尊则不停的死去。复制体显然可以继承本尊的记忆，行为举止也和本尊没什么区别，只是在上一个狼叔掉进水箱的瞬间，新的狼叔已经出现。每次活下来的复制体都没有溺死的体验，所以在得知溺死的过程非常痛苦后，狼叔才会露出挣扎的表情，然后用没有人在乎消失的人这句话来说服自己。但是正像特斯拉所说，科学存在随机性，机器也不排除其他可能。但无论怎样，狼叔的顿移术核心都是自己杀了自己。最后咱们来说说电影里对现实的影射，特斯拉和爱迪生的天才之战。传说中的特斯拉是个发明专利有700多项，一天只是2个小时的狠人。爱迪生就不多说了，在课本上大家都没少见。这2人的战争被称为电流之战，爱迪生是直流电的死忠粉，而特斯拉则发明了3项交流发电机。为了各自的电器公司，2人开始死磕。爱迪生甚至砸钱买了6只猩猩，在立法委员面前做交流电电刑实验，还雇佣小学生用交流电电死流浪猫狗，制造恐慌。大佬发起狠来，手法跟熊孩子也没差多少。这2人之间的恩怨其实也贴合了狼叔和贝爷的魔术之争，只不过一方是新技术和旧观念的博弈，一方是争着抢着搞创新。科学大佬差点双双破产，魔术师们直接家破人亡，倒还不如一开始就凡事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。来了个来。